所以香龙，那这样子我们可能就是要把日韩菲律宾通通纳进来讨论。那如果说今天川普正像阿亮说的，他第一年的核心焦点全部在他内部的敌人的话，外面的盟友他也许短期之内还腾不出手来处理呢。川普当然不是和平鸽，他只是不想打仗，而且越来越没有条件打仗，这个是不同的概念。你不要把它当和平鸽，他就是美国的国力相对的衰弱，所以他现在走的是一个自私的美国中心主义。对，我说一个很自私的商人，而且呢不忌讳让大家知道他很自私，而成为领导人，把自私当作他的国家政策。所谓的 MAGA 就是自私就是美国的核心政策，这件事情是确定的。那阿亮刚刚讲报仇，你看呢 ，Political 呢在有关于川普的绕着川普的关键字里面，这么多的关键字，最核心的就是 revenge。最核心的关键字，这是美国，因为我们在台湾了，美国政治里面呢，现在最关注的是 revenge， 川普要怎么去有的时候用 storm。对，就是这个是呢，他们在做的，就每个媒体他们都会搞他们的关键字嘛，看大家呢查哪个字跟那个人的连接最多，跟川普连接最多的是 revenge。好，那亚洲的这些的国家，因为之前在压注的时候呢，都压错，而且因为大家都知道民主党对于就是说呢结盟运动比较感兴趣，所以他们很自然请民主党，那个是这两个党的对外的操作必然的。因为川普就没有兴趣嘛，他拒绝结盟。川普 1.0 退了10个群，他这次回来了之后，你估计一定还除了原来退的，他一定继续退。你原来呢，拜登呢增加的，我说连 AUKUS 等等这些大概呢都不用玩了。那什么 IPEF 啦、印太经济架构啦，甚至 Quad， 我认为他都意兴阑珊。他只有4年的时间，他不是8年。他上次他会认为他有8年，他这只有4年，4年要做这么多的事情是不太可能。第二个，你会发现川普他一年的时，他的第一任期里面，他除了一天有1/3在睡觉之外呢，白天的时间呢，他有1/4呢在打高尔夫球，所以不打高尔夫球的地方，他大概都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你要能够陪他打高尔夫球。那你看到现在的。他对于呢许多呢有地缘冲突地方，川普的操作呢都是双向性的。譬如他在朝半岛，他一方面呢去恐吓韩国，同时呢去拉拢朝鲜。拉拢朝鲜是恐吓韩国最好的方式嘛？我跟金正恩见面，不管在新加坡在哪，你看我们2个人呢多 match， 你认为韩国压力大不大？当然大，这是以朝制韩，他都是双向操作的，就是同样的，就是当他呢跟中国走得很近的时候呢，对台湾压力大不大？台湾当然予取予求。因此呢，他跟习近平是好，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金正恩是我的好朋友，每个都他的好朋友。可是你看他们实际互动，你说真的是好朋友，并不是好朋友，只是他挂在嘴巴上面的一种的口头禅而已。他跟这些人是好朋友，然后去跟另外一方勒索。是啊，他都是这。你看到他在谈，在跟了朝鲜呢，一方面谈撤军，不然你就给我更多的钱。他那个同一个时间呢，他是在跟金正恩眉来眼去的。韩国当然就乖乖就范了。那日本呢，当然现在比较聪明，所以石破茂现在很弱了，所以日本是很难分析的。所以石破茂跟莫迪，我认为他们2个都还是聪明人。他们终究呢，在这次选举之前呢，就开始呢修补跟中国的关系，先把呢周边关系呢先处理好。我说这个是中国很特别，全世界，尤其在亚洲，在第一岛链的范围之内呢，其实早就已经进到了一个军备竞赛的冲突架构里面。这个军备竞赛从2011年之后一直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没有改变，唯一的逆着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来的是中印关系，是中日关系。尤其有关核污水的处理的问题，日本的让步，边界的问题，印度呢愿意点头，那都不容易啊。所以应对川普上来，坦白说，印度跟日本是在选举结果之前就已经做了一些调整。对，他就已经买保险了，跟中国呢跟中国做某种的修补。然后我开玩笑讲说呢，你要付给美国的是保护费。你要付给中国的是保险费，保险费是有理赔的，保护费呢是没有的。那菲律宾呢是最麻烦的，小马可是最麻烦，因为小马可是呢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呢，甘于做美国民主党在亚洲的小打手。
冲得非常的前面，比日本跟韩国更前面。换句话说呢，在亚洲敢于呢当美国的扁钻的去戳中国的是菲律宾。我比台湾还冲，台湾的基本上嘴巴讲一讲，这些基本上还不但我来包围你，我来围岛演习，台湾都不会怎么样。菲律宾呢是以一个所谓的岛屿的名不断的去挑衅的，所以小马可是现在是最困扰。尤其小马可是现在在内部，他还遭遇到一个更尴尬的问题，就是呢杜特地的家族的全面的反扑，而杜特地跟川普是惺惺相惜的。川普现在主张呢，对于呢美国的毒贩，如果抓到了之后呢，能够让他死就让他死，那个是跟杜特地学的。他公开的，当全世界连联合国连当时的许多的国家都在指责杜特地呢处理毒贩的方式，只有川普赞美他。对。川普跟杜特地呢，基本上惺惺相惜，对小马可仕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小马可仕呢，许多你看到小马可仕也好，或者我们待会讲的冯德莱恩的这些人都认为说啊，这个川普胜选了之后呢，我们跟他的关系呢是不会改变。我跟你说，那都自我安慰，都在吹口哨壮胆。那个改变的压力呢，一定是非常大的。但是我认为压力最大的是台湾。那当然，台湾最大的压力，自我安慰的也是台湾。尤其台湾的民进党，你不管听林佳龙讲，听谁讲，听蔡明燕讲，都在自我安慰。可是我说，台湾的民进党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去看一看川普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在美国的国内摧毁了什么？他摧毁了所有的民主党30年所建立的政治正确。从你民进党的就是说呢，著名自觉到你的反核，到你的同婚，到你的废死，川普是全面都扫掉的，所有的政治正确都被摧毁了。而这些政治正确是过去民进党的崛起的过程当中扒着美国的大腿，只要是美国强调对的，他通通认为对，抱过来在台湾社会进行洗脑的。所以选完了之后，我认为街头上面的青鸟应该呢知道要回家了，那个呢可以在街头上面。以前在台湾，民进党家就会有个经验，就是以前如果在台湾呢办什么，就是说呢同志大游行啦，然后呢反废死的这些集会活动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呢 AIT 会偷偷按赞。可是以后不会了。以后如果你再搞，你发现 AIT 是会有意见的，因为川普对这些事情恨之入骨。不过 AIT 也会换人的。对，然后一定换了，当然换。我就说一定会换啊。对啊，所以刚提的就是说那个价值。不过贡品准备好了。华航20架货机。对呀，那是不够的。还有明年的巨额军购，军事的费用也是不够的，还要再加上台积电再多设3个厂的，也是不够的。不过我这边其实，不过我再补充一点，川普内政还有一件事，他第1年就会做，因为这是他的承诺。他说他要驱逐非法移民。对，这是我跟你讲，这个人口高达3%，1000万，1000万啊，1000万非法移民。这个大家可以来观察。不过我觉得很多人在讨论说，川普是交易性的，他很可能会出卖台湾。我觉得他出卖任何对他来讲没有价值的东西，对他来讲都轻而易举。只是他会选择出卖台湾，还是出卖台独？大家可以去细思一下。其实，因为他现在最容易出卖的不一定是台湾，很可能是台独。这一点其实是观察川普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这个川普可能会讲：“我没有承诺，我何来出卖啊？”因为对美国人讲，美国对台湾没有承诺，何来出卖？对，这是我觉得很多细节可以操作。这台独自己一厢情愿啊。对，他当然可以这样讲啊，所以川普可以这样讲，可是。对，他跟拜登不一样。没错，没错。拜登讲过4次出兵呢。好。